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正正。最近连更了 ACP 是为了给部分 ACP 粉丝们的补偿，因为之前做的一些社课任务有点多了，时间上面就有点排不开。不过对于我的粉丝们肯定是一家亲，只要是我做的，大家都爱看是吗？在这个金秋之际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了螃蟹了呢？这个季节的大闸蟹是最好吃的，那饱满的蟹膏跟蟹肉简直让我欲罢不能啊！不过在看完今天的 ACP 项目，我觉得大家估计都会对螃蟹有了心理阴影了。看封面也知道，真尼玛猎奇啊！而且是个 K 级别的收容物，它就是鼻蟹。一种寄生在人类大脑中的寄生虫，它虽然长得有点恶心，但是它的属性一定会让小伙伴们的奇怪知识有所增加。那么别忘了长按点赞3秒钟，和我一起来研究一下这个鼻蟹到底是何方神圣吧。SCP-1104 是一种初步确定为螯肢亚门的物种，是节肢动物的一个分支。SCP-1104 的生命周期至少包括2个独立的阶段，首先是直径约为 0.4 毫米的幼虫期。SCP-1104 的幼虫会不定时的从 Site-104 的熔岩管中喷发出来，密度高达每立方米200个个体。这些幼虫会在空中飞行长达14个小时，并被记录到在天气条件良好的时候可以飞行一定的公里数。一旦被人类吸入后，幼虫会附着在鼻黏膜上，并释放出一系列 H1 受体拮抗剂。这些拮抗剂既能够抑制局部发炎，又能够使其他幼虫植入更深处。经过6到8个月后 ，SCP-1104 会长大并延伸穿过宿主的眶颅管。宿主一般对 SCP-1104 的存在浑然不知，因为除了会产生持久性的头痛之外，症状并不特殊。当 SCP-1104 成熟的时候，它会开始压迫宿主的视神经，阻碍其中央视野。这种压力会在宿主没有面向大气中硫化氢来源的时候逐步增加。SCP-1104 可以通过宿主的眶颅管来监测硫化氢的量。在经过最初的不适之后，宿主会开始偏爱面对并朝着他们不会受到视觉障碍的方向移动，也就是硫化氢的来源。当达到硫化氢浓度足够高的区域时 ，SCP-1104 会将附肢射入宿主的前额叶，导致其昏迷的状态。在此期间 ，SCP-1104 从眼眶当中爬出来，离开宿主。而离开宿主之后 ，SCP-1104 会试图找到并进入硫化氢的源头，比如熔岩管或下水道管。SCP-1104 在地下的生命周期尚不清楚。虽然人类与其他动物一样，对于 SCP-1104 所造成的视觉障碍，同样表现出本能的厌恶，但寻找硫化氢这一行为反应并非强制性的，宿主可能会抗拒这种影响，特别是当被告知 SCP-1104 的性质之后，可能会对于研究人员产生敌意。随后，宿主会尝试以手术移除或毒杀一个已经成熟的 SCP-1104，这会导致 SCP-1104 立即爬出。在这之后，宿主会因为前额叶损伤病变而完全丧失自发性，并且迄今为止仍没有办法提供任何相关的信息。其实，如果采取适当的措施，是可以完全灭绝 SCP-1104 的。虽然 SCP-1104 的个别案例很容易被处理，但由于 SCP-1104 是某地区西北方的地下地质结构特有的物种，所以 SCP-1104 可能很难被投下的致命药物所杀死。在它活动的直径10公里的周边地区被指定为 Site-104， 并在表面上以保护濒危物种对公众封锁。在 Site-104 内的人员必须戴上 N100 空气过滤面罩。除了有授权的基金会人员之外，任何超过10公斤的哺乳动物一旦进入 Site-104， 应被认定是受到污染，并用站点内的设施进行焚化。所以真的是宇宙之大无奇不有啊！不得不佩服 SCP 基金会，就像是另外一个宇宙般的存在。基金会里面会有超越想象的物种，有的甚至超出了我们的承受能力。SCP-1104 简单点说，就是 SCP 基金会抓到了一个非同寻常的螃蟹，它会像空气中的浮游生物一样，神不知鬼不觉地进入你的脸。平时你只是会觉得有些头痛，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。然而当它成熟的时候，它就会从你的鼻子和眼睛当中爬出来。这个 SCP 其实挺有趣的，没有那么恐怖，但是足够让你害怕，还有这么点恶心。小伙伴们想象一下，在你挖鼻孔的时候摸到了一只蟹脚，再拉了出来，哎呀我操，竟然是个螃蟹，那估计就有心理阴影了，再也不会随便打喷嚏挖鼻屎了呗。再者就是硫化氢了，低浓度的硫化氢会有臭鸡蛋的味道，高浓度则会闻不到味道，因为已经麻痹了人的嗅觉了，长时间闻就有可能致死。一般来说，硫化氢浓度高的地方并不多见，最常见的地方就是屁味了，但含量微小，所以一时间没有浓度高的硫化氢来源的话，那岂不是 SCP-1104 会带着宿主四处去找屁吗？那我觉得它不如直接从下面出来，不是更好吗？大家有没有发现什么盲点呢？那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大家对于鼻蟹这个神奇的 SCP 有什么看法，可以在评论区交流一下。这种猎奇又好玩的 SCP 项目，其实有时候看看还是挺有趣的，真的挺佩服这些作者的脑洞的。那在这里，真的还有感谢给我充电的，是关掉还是关掉？名叫 Michier 的猫，机械盟主，名字被村民拿去卖掉了。阿柴小弟，一只红色的墨笔，细小球520，节操君都去哪儿了？是笑孩303SE，代号赤天使，小叶少峰，水空流，不想吃 W 眼泪的天使 W， 又有家的 High Deal， 谁为谁动了情，小叶撒呀，感谢你们对我的支持和鼓励。那喜欢本视频的话，也别忘了点赞、收藏和分享哦。
哦。我是正正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。